今天我们要聊聊全球公认最健康的10大海鲜。有些人可能以为提到营养丰富的鱼类，最先想到的一定是鲑鱼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在这份健康海鲜排行榜中，鲑鱼竟然只排在第7位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哪一些海鲜比鲑鱼更胜一筹，占据了前6名的位置？还有冠军究竟是什么？据说第1名不但好吃不贵，营养还特别强大，可惜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的价值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深入探讨这10种上榜的健康海鲜，以及它们各自的营养秘密。排名第10的是鲔鱼。鲔鱼可以说是全球知名度最高的鱼类之一，无论是生鱼片、铁板烧还是罐头，都常常能见到它的身影。作为一种远洋大型鱼类，鲔鱼肉质结实，蛋白质含量丰富，而且含有不低的 Omega-3 脂肪酸和维生素 D、维生素 B12、C 等营养。例如，许多人喜爱的鲔鱼罐头，不仅方便保存，还能提供人体所需的 DHA 与 EPA， 有助于心血管和大脑健康。然而，鲔鱼在排行榜中仅列第10，主要原因是潜在的重金属隐忧。由于鲔鱼体型大、寿命长，它们在食物链中位居高位，体内容易蓄积大量的汞等重金属。长期大量食用大鲔鱼可能会导致人体内汞含量偏高，对神经系统造成伤害。因此，专家建议一般成年人适量吃鲔鱼即可，而孕妇和儿童更要谨慎。幸运的是，我们平时接触较多的罐头鲔鱼，大多使用的是体型较小的品种，例如正尖鲔。这类小型鲔鱼的汞含量相对低一些，适量使用问题不大。总的来说，鲔鱼营养丰富，味道鲜美，是很好的蛋白质与 Omega-3 来源，但碍于重金属风险，它在健康排行榜上只能位居第10名。第9名是龙虾。没错，就是许多人印象中昂贵又奢华的龙虾。也许你会惊讶，龙虾居然出现在健康海鲜榜单上，毕竟我们平时总把它当作犒赏自己的大菜。然而从营养角度看，龙虾的表现确实不俗。首先，龙虾肉几乎不含脂肪，却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。每100公克的熟龙虾肉含有超过1/5的人体每日蛋白质需求，对增强肌肉、维持体力很有帮助。同时，龙虾也是多种矿物质的宝库，例如锌、硒、铜和维生素 B12 等含量都很可观。这些养分有助于强化免疫系统，参与红血球的生成，对维持脑部和神经功能也很重要。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历史上龙虾曾一度被视为平民的食物，在美国殖民时代，甚至曾经大量供给给监狱犯人充饥。但时至今日，人们发现龙虾肉质鲜甜且营养丰富，龙虾的身价早已翻转成高档海鲜。不过，龙虾也有自己的不足之处，它价格昂贵且不易经常取得，而且甲壳类海鲜的普林含量较高，对高尿酸或痛风患者来说不宜多吃。此外，龙虾的胆固醇含量也比一般鱼类高一些。因此，即便龙虾营养丰富又美味，它在健康排名中仍只位居第9。作为偶尔品尝的强身佳肴还不错，但并不适合天天享用。第8名是螃蟹。螃蟹和龙虾同属甲壳类，营养价值也毫不逊色，而且相较龙虾而言更亲民、更常见。螃蟹肉鲜甜细腻，蛋白质含量高且脂肪低，是非常优质的蛋白来源。除了蛋白质，螃蟹还富含多种 B 族维生素以及矿物质，比如锌、硒、铜等。其中的 Omega-3 脂肪酸含量在甲壳类中表现突出，这对保护心血管健康是有益的。秋天的大闸蟹固然美味，但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，也要留意健康。螃蟹某些部位，像是蟹黄、蟹膏，胆固醇和脂肪含量较高，建议适可而止。尤其对于血脂偏高的人而言，吃蟹时最好少舔蟹黄的美味。除此之外，螃蟹属于高嘌呤食物，大量摄取可能诱发痛风。已有痛风或尿酸偏高的人士要节制食用。不过，一般健康成年人适量吃蟹，并不用过于担心这些问题。相反，蟹肉提供的营养对身体非常有益。螃蟹壳中还含有一种特殊成分几丁质甲壳素，据说具有一定的调节免疫和降血脂作用。总的来说，螃蟹价格适中又美味营养，是值得享用的健康海鲜之一。
在排行榜上名列第8。接下来轮到第7名鲑鱼。鲑鱼可谓是近年来家喻户晓的明星鱼，很多人一提到 Omega-3 脂肪酸就会想到它。鲑鱼肉色橙红，油脂丰富，之所以呈现迷人的橘红色，正是因为含有大量的虾红素。虾红素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，有研究显示，它的抗氧化活性比维生素 E 和贝塔、胡萝卜素高数百倍，能帮助人体抵抗自由基伤害。这意味着吃鲑鱼不仅能摄取到 EPA、DHA 等对心脏和大脑有益的 Omega-3， 还能同时获得虾红素带来的抗发炎、护眼护肤等多重功效。此外，鲑鱼的维生素 D 含量也相当可观，一份鲑鱼便能提供日常所需大部分的维生素 D， 这对于现代久居室内、日照不足的人们来说尤其重要，因为维生素 D 有助于维持免疫功能和骨骼健康。鲑鱼还富含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，例如硒、钾和 B 族维生素，营养相当全面。既然鲑鱼拥有这么多优点，为何在榜上仅列第7呢？原因其实并不在于鲑鱼不好，而是更出色的对手实在不少。首先，鲑鱼并非 Omega-3 含量最高的鱼类，例如等重量的青鱼所含的 DHA、EPA 就远超鲑鱼，可以高出好几倍。再者，市售的鲑鱼多为养殖，脂肪虽多，但 Omega-3 比例可能不如野生鱼，而且养殖鱼可能会残留抗生素或受到环境污染影响。相比之下，一些体型较小、野生捕捞的鱼往往更天然干净。最后，鲑鱼价格相对昂贵，并非人人餐桌上都吃得起的常见菜。综合这些因素，鲑鱼虽然依旧是极健康的食材，但在这份榜单中只能居于第7名，无缘更高排名。现在我们来看第6名，虾子。无论是海虾还是淡水虾，虾子都是深受大众喜爱的海鲜美食。很多人提到虾，第一反应可能不是健康，而是好吃。但事实上，虾子不仅美味，营养价值也非常高。首先，虾肉高蛋白低脂肪，而且热量不高，是理想的优质蛋白来源。100公克的虾仁所含的蛋白质约等同一杯牛奶，但脂肪和热量却远低于红肉。虾的橘红色同样来自虾红素，和鲑鱼富含的是相同的抗氧化物质。虾红素能够保护细胞，减少发炎和氧化压力，对预防心血管疾病有潜在注意。有研究指出，虾红素的抗氧化能力极为惊人，比起维生素 E 和贝塔、胡萝卜素要高出数百倍之多。除了抗氧化成分，虾子还富含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E、硒、锌和碘等营养，其中维生素 B12 和锌有助于神经和免疫功能，硒则是重要的抗氧化矿物。在沿海地区，吃虾也是补碘的好方式，碘是维持甲状腺功能不可缺少的元素。谈到虾，许多人担心它的胆固醇含量，确实，虾子的胆固醇比鱼肉高一些。不过现在医学界普遍认为，饮食中的胆固醇对大多数人的血胆固醇影响有限，适量吃虾并不会显著升高血脂。更何况，虾子本身脂肪含量低，其中还有对心脏有益的 Omega-3 脂肪酸和卵磷脂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胆固醇的不利影响。因此，不需要因胆固醇而把虾拒之门外。综合来说，虾子物美价廉，营养丰富又容易取得，无论是清蒸、水煮还是快炒，都能成为餐桌上健康的一道菜。它能挤进前6名，足以证明虾在营养学上的地位绝不亚于那些深海大鱼。第5名我们要介绍的是蛤蜊。别看蛤蜊个头小小，营养价值可一点都不小。作为常见的双壳类软体动物，蛤蜊是许多家庭汤品和小炒里的明星食材。它价格实惠，味道鲜美，而且背后藏着惊人的营养密码。首先，死蜊的蛋白质含量丰富且脂肪极低，属于高蛋白低热量的健康食材。更令人称道的是，死蜊在微量元素和维生素方面的表现格外突出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维生素 B12， 和铁的含量尤其惊人。每100公克蛤蜊肉所含的维生素 B12 远远超过人体每日所需。有资料显示，死蜊的 B12 含量甚至位居所有食物前列，对预防恶性贫血和维持神经系统健康非常有帮助。同时，野蜊也是补铁能手，铁质含量丰富，
对缺铁性贫血的人而言是绝佳的天然补血食品。此外，街梨还蕴含了锌、硒、镁、钾等多种矿物质，尤其锌和硒对免疫功能相当重要。养殖蛤蜊被视为环保友善的永续海鲜，因为蛤蜊以滤食方式摄取养分，不需要额外喂饲料，养殖过程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。因此，蛤蜊不仅营养丰富，还兼具低汞、安全、永续等优点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蛤蜊等贝类海鲜最好彻底煮熟后再吃，以免因病菌或寄生虫污染而引起不适。综合来说，物美价廉的蛤蜊当之无愧，位居第5名。第4名是牡蛎，也就是俗称的生蚝。牡蛎向来有海中牛奶的美誉，由此可见它的营养之丰富。事实上，牡蛎的营养密度高得惊人，几乎可以说是海鲜中的多种营养素浓缩完。首先，牡蛎热量低，但含有优质蛋白。一份100克的牡蛎肉所含的蛋白质足以提供近20克，对增强肌肉与修复组织很有帮助。更厉害的是，牡蛎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突出，锌、硒、铜、铁等元素在牡蛎体内的浓度都极高。举例来说，吃上100克的牡蛎，大致就能获取一天所需超过 100% 的锌和维生素 B12， 以及数倍于每日建议量的铜，同时还能摄取到1半以上所需的硒。锌是维持免疫力和伤口愈合必不可少的元素，也有男人的元素之称，因为锌和男性生殖健康关系密切，而铜和铁则是造血原料。多吃牡蛎有助于提升铁质，改善贫血。难怪有人说，生蚝小小一颗，却像是天然的营养丸，把许多人体必需的元素集合在一起。不仅如此，牡蛎还富含维生素 D 和 Omega-3 脂肪酸，对骨骼健康和心血管都有益处。当然，提到牡蛎，许多人想到的是生吃沾柠檬汁的鲜甜滋味，但需要提醒的是，生吃牡蛎存在着遭受诺罗病毒等病原污染的风险，免疫力弱的人或长者最好还是煮熟吃比较安全。好在牡蛎不管生食熟食都极为美味，用蒸、烤、煮汤等方式料理，既保留海洋的鲜味，又确保卫生。总的来说，牡蛎以其爆棚的营养素含量和诱人的风味，稳居本榜的第4名。来到了第3名，我们迎来飞鱼。对一些观众而言，飞鱼这个名字可能略感陌生，但如果提到北欧饮食文化中经典的腌飞鱼、熏飞鱼，或者日本料理中的西洋飞鱼，你或许就能联想到这种鱼的身影。飞鱼是一种中小型的油性海鱼，与沙丁鱼是近亲，营养特性上也有不少相似之处。首先，飞鱼的 Omega-3 脂肪酸含量极高，毫不逊色于沙丁鱼和青鱼，是保护心脏、维持脑部功能的绝佳脂肪来源。许多研究指出，每周吃2到3次富含 Omega-3 的鱼类，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。而像飞鱼这类油脂丰富的小鱼，正是理想的选择。除了 Omega-3， 飞鱼还拥有丰富的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12。维生素 D 对于北欧那种冬季缺乏日照的地区尤为重要，而飞鱼恰恰能提供大量维 D， 帮助强健骨骼和增强免疫。事实上，腌制或烟熏飞鱼一直是北欧人民的重要维生素 D 来源之一。过去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飞鱼就扮演了类似阳光维他命的替身角色。除此之外，飞鱼的钙和硒含量也不低，若是连骨带刺一起食用，例如罐装腌制，飞鱼时可以连同软骨一起吃下，还能摄取到不少钙质，对骨骼健康有益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亚洲人较少将飞鱼列入日常菜单，但其实亚洲的秋刀鱼在营养上与飞鱼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同样富含 Omega-3 和多种营养，而且价格便宜。在欧美，飞鱼常以罐头、腌鱼或熏鱼的形式贩售，非常平价普及，因此有人称它为小人物的大捕鱼。总而言之，飞鱼以全面的营养、优异的油脂组成和实惠的价格，在健康海鲜中拔得头筹之一，稳坐第3名的位置。第2名是青鱼。如果说到哪种鱼最被营养学家们反复点名推荐，青鱼绝对名列前茅。青鱼是深受亚洲和欧洲民众喜爱的传统食用鱼，它属于中型油性鱼类，肉质细腻汁香，
从营养角度来看，青鱼几乎可以说无懈可击。首先，它是 Omega-3 脂肪酸的顶级来源之一。营养师指出，青鱼每100克所含的 DHA 和 EPA 总量可高达数千毫克，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大多数鱼类，甚至比著名的鲑鱼还要高出数倍。也就是说，吃同样重量的青鱼，摄取到的鱼油营养可能是吃鲑鱼的好几倍，难怪有人戏称青鱼是真正的补脑鱼。Omega-3 有助于降低坏胆固醇，提高好胆固醇，还能抗发炎，促进脑部健康。多吃青鱼对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是一项有益的投资。除了丰富的鱼油，青鱼还含有极高的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D， 以及大量的硒元素。维生素 B12 对维持神经系统和造血功能必不可少，而青鱼每100克的 B12 含量动辄10几微克起跳，轻松满足一日所需。硒是强力的抗氧化矿物，对甲状腺健康和免疫系统也至关重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青鱼属于洄游性鱼类，常以群游方式觅食小鱼小虾，它们本身不是食物链最顶端，因此体内累积的重金属相对较少，食用安全性更高。相较之下，一些大型掠食，鱼如旗鱼、鲨鱼早已因汞含量偏高而不被推荐频繁食用，而青鱼正是那种兼具高营养和低风险的海鱼典范。更棒的是，青鱼价格便宜，烹调多样，无论是日式盐烧青鱼、台式味噌青鱼汤，还是欧美常见的青鱼罐头，都能让人既满足味蕾又吸收满满营养。综合而言，平凡的青鱼堪称营养界的实力派，在这次排行榜中夺下亚军宝座，可谓实至名归。最后，我们揭晓冠军排名第一的沙丁鱼。沙丁鱼可能不像鲑鱼、尾鱼那样出名，也不常出现在高级餐厅的菜单上，但它却是营养专家们口中的海洋之宝。沙丁鱼体型小，银灰色的身躯往往一抓就是一大把。曾经有段时间，它被视为平凡无奇的廉价罐头食品。然而，现代营养学发现，这些小鱼的营养价值几乎无可挑剔。首先，沙丁鱼富含我们反复提到的 Omega-3 脂肪酸， DHA 和 EPA 含量极高，对维护心血管健康、减少炎症反应以及维持大脑功能都有莫大注意。同时，由于沙丁鱼个头小，生命周期短，处于海洋食物链较低的位置，因此体内重金属积累非常少，比起大型鱼类要干净安全得多。换句话说，沙丁鱼提供了媲美深海大鱼的营养，却几乎没有它们的污染问题，可以放心经常食用。再者，沙丁鱼往往是整条鱼一起吃，无论是新鲜沙丁鱼香煎、炖煮还是罐头沙丁鱼直接开罐享用，我们通常会连同鱼肉、鱼皮、鱼骨一并吃下肚。这可了不得，因为鱼骨、鱼翅中蕴藏着丰富的钙质和磷，还有鱼皮中的胶原蛋白、鱼眼中的牛磺酸等等。因此，吃沙丁鱼相当于同时补充了优质蛋白、鱼油以及钙质等多种营养，一举多得。沙丁鱼在维生素和矿物质方面的表现也非常亮眼，例如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E 以及镁、铁、锌、钾等元素。其中维生素 B12 有助于红血球形成和神经健康，维生素 E 则是重要的抗氧化剂，有益皮肤和血管。而沙丁鱼罐头中经常保留着鱼的内脏部分，这些部位富含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， 使得沙丁鱼几乎可以提供全方位的脂溶性维生素。更令人赞赏的是，沙丁鱼价格极其亲民，与昂贵的鲑鱼、尾鱼相比，一罐沙丁鱼可能只要它们的零头，但营养价值却丝毫不逊色。也难怪营养学家们对沙丁鱼推崇备至，建议将它纳入日常餐桌。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对沙丁鱼的印象还停留在廉价罐头、腥味重等刻板印象上，从而错过了这份海洋的馈赠。但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，沙丁鱼正慢慢回归流行，成为追求营养的人们的新宠。总而言之，沙丁鱼以其全面的营养、高含量的 Omega-3、低污染风险和高 CP 值，无愧于全球最健康海鲜这个称号，荣登本次排行榜的第一名。看完以上排行榜，相信您对健康海鲜有了全新的认识。从大海捞针般寻找营养宝藏，我们发现
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东西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榜单。前几名的小鱼小贝，营养远胜许多昂贵的大型海产，充分证明了浓缩就是精华这句话。当然，这并不代表鲑鱼、尾鱼之类就不值得吃，它们依然是优秀的蛋白质和鱼油来源。只是相较之下，如果您想摄取更多 Omega-3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不妨多关注榜单上的这些平价海鲜，把沙丁鱼、青鱼、伊犁、牡蛎等等巧妙地融入每周菜单中，您将为自己的身体打造一道强大的海洋防线，保护心脏、脑部、免疫系统和骨骼健康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您在选择海鲜时有新的灵感。下次走进市场，别忘了给这些健康海鲜一个机会，尝试一下它们的美味和营养，相信您的身体会感谢您的明智选择。